今朝一早就喺 Belgrade 開車，揸咗2個幾鐘頭、2個零鐘頭車呢，就嚟到呢個叫 Golubac Fortress 嘅地方。咁依家未上去嘅，呢度不過離遠睇呢座嘢又真係好鬼靚，一陣間先睇下點樣行上去啦。鍋爐巴茨堡壘 Golubac Fortress 位於塞爾維亞嘅東北部，喺多瑙河嘅旁邊，握守住鐵門峽谷嘅入口，戰略嘅地位非常之重要。呢個地方喺堡壘興建之前呢，就已經有羅馬以及拜占庭嘅聚落遺跡。現存嘅堡壘主要喺14世紀起嘅，由中世紀塞爾維亞國家分階段擴建而成，全區分為上城、後城以及前城3大區域，總共有10座塔樓。早期嘅塔樓多數係方形，但係隨住火器出現之後呢，就加強成為多邊形或者圓形嘅結構。埲牆厚達2至3公尺，並且設有炮眼以及外保設施。近年來，城堡裏邊亦都發現咗中世紀壁畫嘅遺跡。喺歷史上，呢座城堡多次易手，成為鄂圖曼帝國以及匈牙利王國反覆爭奪嘅堡壘，亦都曾經由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以及奧地利掌控。據稱曾經抵禦超過120次嘅攻擊以及入侵。Golubac 呢個字嘅意思係甲子城，但係佢嘅名稱由來就眾說紛紜。流傳最廣嘅呢係少女 Gulubina 嘅傳說。相傳喺鄂圖曼統治嘅時期呢，有一個好靚嘅塞爾維亞少女叫做 Gulubina， 佢嘅意思亦都係甲子嘅意思。當時佢愛上咗一個年輕嘅塞爾維亞男仔，但係當地一個鄂圖曼嘅總督亦都對佢一見鍾情。呢一個總督不斷向佢示愛，送咗好多好貴嘅禮物，甚至承諾俾佢榮華富貴。但係呢個 Gulubina 就始終拒絕，堅持自己嘅愛情以及信念。呢個總督因為溝唔到女，所以就惱羞成怒，將 Gulubina 囚禁咗喺堡壘上面一個尖頂塔樓裏邊。Gulubina 嘅下場其實係有幾個版本嘅，但係總括而言呢，就係因為佢唔肯嫁俾總督，所以就俾總督整死咗啦。之後啲人就為咗紀念呢位忠於愛情、唔屈服權勢嘅少女，所以就將城堡改名叫做 Golubac。當然呢一個只係民間嘅傳說，並冇歷史證據嘅，但係佢為呢座多次經歷戰火嘅邊境堡壘增添咗一層浪漫而淒美嘅色彩。Golubac 堡壘喺20世紀因為水壩嘅興建而令到部分嘅城牆被淹沒，到咗21世紀就展開大規模嘅復修工程，2019年全面開放。而家呢座堡壘係國家公園嘅重要景點，亦都係多瑙河遊船熱門嘅停靠站，成為塞爾維亞保存最完整、最具代表性嘅中世紀防禦建築之一。唔使問，呢度梗係要嚟屙屎屙尿用啦。如果唔係，我諗唔到有咩其他用處。但係會唔會屙下屎跌咗落去咧？喂，呢度咁 Q T 嘅，喂個樣幾可愛呢條友。我哋頭先研究過啦，嗰幾條友坐個位都係福利位嚟嘅，因為嗰啲樓梯咧係穿窿嘅，全部都咁，所以着裙經過咧，佢哋係可以全部睇晒嘅。
無名英雄紀念碑位於貝爾格萊德東南方16公里嘅阿艾拉山 Manawara 嘅山頂，係為咗紀念巴爾幹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嘅將士而建立嘅國家級紀念建築。1915年奧匈聯軍進攻貝爾格萊德期間呢，多名塞爾維亞嘅士兵喺阿艾拉山呢度作戰陣亡。後來佔領軍將啲塞爾維亞士兵嘅遺體就地安葬，其中一名士兵嘅墓前樹立咗一座木製嘅十字架，上面以德文刻住一名無名嘅塞爾維亞士兵。1921年，經發掘確認佢哋係塞爾維亞軍人嘅遺骸之後呢，當地首先就樹立咗一座簡易嘅紀念碑。到咗1934年至1938年間，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呢就下令拆除原有嘅日爾洛夫古堡遺址，以騰出空間興建今日所見嘅宏偉紀念碑。紀念碑採用黑色花崗岩石棺造型，正面刻住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獻給無名英雄。基座嘅地下就安放咗烈士嘅遺骸，只係寫住1912至1918年嘅字樣。石棺嘅四周圍樹立咗8尊女性雕像，象徵當時南斯拉夫王國各個民族婦女，寓意守護以及哀悼。整座建築坐落喺5層階梯上邊，象徵塞爾維亞經歷5個世紀嘅鄂圖曼統治。紀念碑喺1987年列為塞爾維亞特別重要文化遺產，而家係國家重大節日舉行獻花儀式嘅重要場所。阿瓦拉電視塔 Avara Tower 亦都係位於阿瓦拉山上邊，喺無名英雄紀念碑附近，高204公尺，係塞爾維亞重要嘅電信以及地標建築。原本嗰座電視塔建於1961至1965年，但係喺1999年被北約空襲，以2枚精準嘅導彈擊中塔腳，導致倒塌，成為塞爾維亞喺戰爭裏面最具象徵性嘅損失之一。2002年，塞爾維亞各界倡議重建，到咗2010年就重新開放。而家電視塔上面設有觀景台、餐廳以及旅遊設施，每年吸引超過10萬名遊客。當夜晚黑燈光亮起嘅時候呢度就成為俯瞰貝爾格萊德夜景嘅地方。喺1999年，北約喺科索沃戰爭期間，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發動為期78日嘅空襲行動，代號民軍力量行動。空襲嘅背景源於南斯拉夫軍隊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嘅衝突升級，以及大規模嘅族群驅逐，引發人道危機。南斯拉夫拒絕簽署協議，結果北約喺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嘅情況之下，以人道理由介入，向南斯拉夫展開轟炸。最後，南斯拉夫軍隊撤出科索沃，由聯合國設立臨時行政當局進駐，最後導致科索沃喺2008年單方面宣布獨立。我哋而家又翻嚟貝爾格萊德嘅市中心啦。呢度係貝爾格萊德市中心一個叫倫敦嘅地區，但係呢個倫敦呢，同英國嘅倫敦就一啲關係都冇嘅，只不過呢個地區叫做倫敦。喺1999年北約空襲期間，因為呢度嘅政府建築物林立，所以成為北約轟炸嘅地區之一。好多建築物到而家都仍然未被重建，保留咗當年被轟炸之後嗰個樣。呢度以前曾經係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嘅大使館。喺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期間，美國嘅戰機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引致3名記者喪生，多人受傷。
美國當時話因為坐標錯誤引致誤擊目標，點錯相，最後克林頓總統公開道歉以及賠償。當時中方強烈抗議，國內爆發大規模示威，事件一度重創中美關係。後來中國大使館搬咗去其他地方，到咗2020年喺呢度原址建成咗中國文化中心，並且樹立紀念碑以紀念身亡嘅中國記者，成為中國同塞爾維亞友誼嘅象徵。共和廣場位於舊城區嘅核心地帶，好多市民甚至視廣場為貝爾格萊德嘅中心點。廣場周邊聚集咗國家博物館以及國家劇院等建築，係最具代表性嘅城市地標以及集合點。呢個地方喺凱爾特以及羅馬時期其實係墓園區，後來就逐漸發展成為城市廣場。米克伊洛親王紀念碑位於共和廣場中間，喺1882年落成，係塞爾維亞第一座以君主騎馬形象呈現嘅公共雕像。米哈伊洛三世曾經兩度出任塞爾維亞親王，喺佢第二次統治期間，米哈伊洛三世曾經兩度出任塞爾維亞親王，喺佢第二次統治期間推動多項改革，並且1867年成功促使鄂圖曼帝國撤出境內最後幾座城市，為國家獨立奠定基礎。佢喺1868年遇刺身亡，塞爾維亞人隨即籌辦紀念碑以示追思。親王嘅右手指向尚未解放嘅土地，象徵民族統一嘅理想。紀念碑喺1882年舉行盛大嘅揭幕典禮，象徵新成立嘅塞爾維亞王國。佢喺1979年被列為國家級嘅重要文化紀念建築。雖然呢座紀念碑嘅歷史地位非常之崇高，但係啲市民約人嘅時候通常都會話喺隻馬嗰度等，令到呢座雕像成為貝爾格萊德最著名嘅約會地標。我哋一返到嚟酒店，跟住就聽到出邊就開始行雷閃電，跟住 bling bling 落雨啦，非常之好彩，我哋今日